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快递的一些简单科普。首先呢是基本快递的性质，这个呢大概是不会变，只是呢相比于国内大家可能不经常接触的，已经有比如说邮编，还有寄出日、希望到达日以及商品的内容。国内现在寄商品呢基本上都是不需要邮编的，但是呢日本还是需要填写邮编。然后寄出日这个是需要自己填写的，或者说是营业的人员帮你填写。希望到达日是你自己希望哪天到达，并且你可以选择早中晚中的某一个特定时刻。然后商品内容就是里面有什么东西。这里面大家比较陌生的应该主要是邮编和这个希望到达日。然后在日本呢，可以寄快递的地方总共有几个地方。首先是第一个，也就是邮局、黑猫宅急便，还有佐川的营业所。当然还有其他快递，我们平常用的也主要是这3个快递。第二种呢，就是便利店。便利店它和第三种的代理店其实是有点相似的，但是便利店它的网点一个是比较多，二个是基本上所有的便利店都可以支持快递，也就是黑猫宅急便。代理店和便利店相比呢，一个是它的网点比较少，二个是它一般是由其他的店家来进行代理的，也就是它不像便利店那么一眼就好认出来，有些地方甚至是你要查地图，甚至是自己经常走才能看得到他们门牌上，或者说是他们的门前放着一个代理店这种感觉。最后一个就是上门取货。付款的方式呢，基本上也是2种，一种是寄件人付款，一种是到付。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付款方式是有关于电子支付的。随着日本的电子化呢，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黑猫、像佐川，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渐渐支持二维码甚至是信用卡来进行支付了。但是邮政的话仍然需要现金，也就是说如果你寄的一些东西是邮政，或者说你会经常收到邮政的到付的话，你还是需要准备一些现金在身上的。然后快递的种类呢，我这里就用邮政来举例。这里呢主要是分为，比如说第一种贺卡和信件类，这种呢就指的是贺卡类信件，然后以及第3、第4类邮件。有关于第几类的邮编物，这个等到我到时候找一期单独的一期来给大家进行普及一下，或者大家自己去查询一下。然后呢，我们经常使用的应该是属于常规小包。常规小包的要求呢，它是要求3边盒计在170厘米以下，重量呢是在25公斤以下。这个就比较适合寄送一些稍微重一点的物品。当然这个是并不适用于适合寄送特别贵重的东西，只是呢有些情况下你没办法的话，你也是需要用它的，比如说像电脑。但是你在寄电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还能帮你贴一个比如说精密机器的一个标签，又或者说是一个轻拿轻放的标签。第3个呢就是小型小包。小型小包呢，它和常规小包是有点相似，最主要的不同呢，主要是它们的尺寸方面。这里就是它的尺寸要求。首先，小型小包的尺寸要求，它一般是最厚是只能在3厘米以内，然后它的那个价格是固定的，从250日元、310日元到360日元。然后它的长宽高合计是要求在这里，就像这里的合计在34厘米以内，也就是超过这个尺寸的话就不行了。和小型小包比较相似的呢，还有一个小型定型件。这个小型定型件它和小型小包它的尺寸要求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你自己可以进行网上申请，然后自己打印快递票，然后自己贴好，就可以直接送到最近的红色邮箱，就可以投递了。而且这个是支持信用卡支付的。第5个呢，就是一般定型件。一般定型件和小型小件的区别呢，主要是它可以重量更重一些，而且它的尺寸会更大一些。当然它的厚度呢是最好是3厘米以内。一般定型件呢又分为红件和蓝件。红件呢它是需要面对面签收，而且价格要贵一些，是520日元。蓝件要便宜一些，370日元。但是呢它是无需面对面签收，也就是它在是否确定对面收到你的这方面的话，或者说是不是本人这方面的话是有一定缺陷的。一般呢是投递到邮箱。红键和蓝键它们的效果图呢，这个图里这样看着，左边的呢是红色的，
右边的呢是蓝色的。他们的要求就是按这里写的，还是 A4 纸的尺寸。第6个呢就是邮票，大家对邮票的第一印象呢应该是用来寄信的，但是呢，日本它不仅仅是可以用来寄信，还可以用来寄一些小型的东西。比如之前我给一个朋友寄一个电脑配件，那个电脑配件呢，我直接装在一个信封里，而且它的重量呢也就是10克以下，我就直接贴了张邮票就给它寄过去了，是非常方便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一种方式。第7个国际快件呢，这个我等到下一期或者说是讲怎么在日本寄国际快递的那一期的时候，给大家再详细说明一下。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快递单是怎么填写的。图里面的这个呢是我们寄件人自己付款的，就蓝色的这种快递单，红色的后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怎么填写呢？首先我们要先填写收件人，收件人的邮编，然后接下来是收件人的地址，再接下来是收件人的名字以及他的电话号码。而这一块区域呢就是收件人的区域，基本上都是需要手写的。当然现在有一些比如像那个黑猫宅急便或者说祖传，他们已经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进行登录，然后就可以直接进行填写，无需再像邮政一样进行手写填单。但是如果你用邮政寄件的话，还是需要手写填单的。然后就是填寄件人的信息，我们自己的邮编，然后我们自己的地址以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里就是寄件人和收件人相关的需要填写的地方。接下来要填写呢是像这边的，也就是你在哪一天把它送出去的。比如说你是在4月1号送出去的，那你就填4月1号。这个一般是你自己可以写，也可以是帮你接收快递的工作人员帮你填写。然后呢就是配定到达日，你填写好你想要到达那一天的日期，然后以及填写好这个什么时间段到达。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举例的就是我想要在2024年的4月2号的午后，也就是中午12点到14点之间送到，是这个意思。最后呢就是填写这个服装，然后这边还有尺寸，尺寸这个相关的呢，这个是工作人员填写的。如果你是在便利店进行当便利店员的话，这个是需要你自己进行填写的，也像这边一样的画勾或者打圈就可以了。不过便利店那边应该是直接打勾。以上呢就是快递单的填写方式，然后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寄件人付款，收件人付款呢就这么红色的。填写方式和之前是一样的，就是这里的是收件人，然后这里是寄件人，然后是什么时间寄出去的，以及想要在什么时间寄到。这一期内容呢并不算特别麻烦，也不算说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基本上是生活中就可以用到的一些技能，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的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